你最近想学单簧管，但是又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，然后又常听别人说单簧管好像很难，所以一直不敢开始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，我是单簧管老师，同时也是旅美单簧管演奏博士。今天要来跟你们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学单簧管，以及你开始学之前有什么需要先知道的事情。那我先来说，单簧管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，但它确实有几个初学者需要先克服的地方。我们先来讨论什么样的人适合学单簧管呢？第一个是，如果你喜欢单簧管圆润跟饱满的音色，你可以先上网多听一些单簧管的经典曲目，像是莫扎特单簧管协奏曲、布拉姆斯的单簧管奏鸣曲，去注意一下听这个乐器的低音还有高音是不是你喜欢的声音。再来是单簧管的音域非常的广，还有音量强弱也可以做出非常明显的对比。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具有表现力还有张力的声音的话，那单簧管很可能就蛮适合你的。第二个是，如果你是喜欢吹奏乐器的人，因为单簧管的发声方式跟钢琴、小提琴非常不一样，我们是靠吹奏气流来震动竹片而发出声音，你同时会需要运用你的呼吸、嘴型还有手指。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喜欢自己把声音给吹出来的感觉的话，那单簧管也可能很适合你。第三个是，如果你是那种喜欢跟大家一起合作完成一件事情的话，那学单簧管也很可能适合你。因为学单簧管的话，你之后会有很多机会可以加入一些乐团啊，像是管乐团、管弦乐团，甚至单簧管重奏团，或是你也可以找几个朋友一起组一个室内乐。你会发现跟大家一起练习、一起做音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，而且也可以带给你很多的成就感。那我们先来讨论学单簧管之前你需要先知道的一些事情。第一个先来看，当你刚开始学的时候，你会容易遇到的困难，那就是初学者你很难一开始就吹出好听的声音。你一开始可能会遇到你吹出来的声音非常沙沙的啊，破音漏气，或者甚至是吹不出声音。因为一开始要建立好的吹奏嘴型跟控制你的气流，这些都是要花时间去练习的，所以你需要是一个愿意花时间慢慢学习，你可以接受一开始声音不好听，之后才慢慢进步的过程。第二个会遇到的挑战就是指法，因为单簧管的按键非常的多，甚至同样的音还有好几种不同的指法要去学，这个你就要愿意花时间去记它。再来，我们有好几种音孔，它是这种空心的，当你按这些按键的时候啊，你要确定你的手指有把这些音孔完全的盖住，不能有任何的漏气，因为只要你有一个音孔没有盖好，你就很有可能会发出声音或是吹破音。但是如果你是初学者，也不用这么的害怕，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记住所有的指法。通常初学者在我的第一堂课上，当你能够发出声音后，只要先学5个音就好，那就是哆来咪发嗦这5个音。那这5个音的指法只会用到你左手的4个手指而已，我都会让我的学生先熟悉好这5个音后，之后再慢慢增加学其他的指法，你最后一定有办法可以把所有的指法都记起来。所以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，不用在开始学之前就先自己吓自己。第三个初学者会遇到的挑战就是音准，尤其是我们越高音的音域啊，如果你的嘴型跟气流没有控制好，你的音准高低会差非常的多。例如我现在来示范，如果我吹我们的高音哆，如果我去不停的变动我的嘴型没有固定好的话，你会听到我的音准有非常大的起伏变化。相信你们刚刚都有听出那个音准变化差别有多大，所以如果你是初学者，你会需要有个老师一直去监督并且调整你的嘴型，尤其这个在初学的阶段特别的重要。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固定好你的嘴型的话，你之后要再去修改就会是非常麻烦的事情。再来，我们讲一下在你决定学单簧管前可能会遇到的疑问，那就是我需要先有音乐底子才可以学吗？答案是你不一定需要，但是在你找一个老师上课之前呢，请你先询问清楚老师愿不愿意从最基础的乐理开始教。我自己刚开始学的时候完全是从零开始的，没有任何的音乐基础，从怎么样发出声音、怎么读谱这些慢慢开始的，所以这方面不用太过担心。我自己有学生也是完全从零开始，现在也能够读五线谱跟吹一些简单的曲子了。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单簧管的音色，你喜欢吹奏乐器，你喜欢音乐，也喜欢跟他人一起合作，
你可以接受一开始可能吹得不好听，但是你愿意练习慢慢进步，也愿意花时间去记不同的指法，那我会说单簧管很值得你试试看。当然一开始你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，但是对的学习方式跟练习方式才是你克服这些困难的关键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你想要询问单簧管线上课程的话，可以直接来信询问，你会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我的联络方式。那最后离开前记得按赞跟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